他征服中原，完成大一统，功成名就后却因体胖暴死，他就是忽必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忽必烈死亡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呢？今天就带大家走进忽必烈的一生。忽必烈生于公元1215年的9月23，是成吉思汗小儿子托雷的第4个儿子。蒙古人的习俗与中原有所不同，一般是幼子继承部落，所以托雷理应是大汗的继承者。可最终继承汗位的却是窝阔台。虽然在窝阔台上位以后是托雷在掌握兵权，但这样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3年而已。3年以后，托雷暴死，因为托雷死的实在是有些离奇，所以后世提及托雷时，大都认为他是被窝阔台暗算而死。托雷死后，窝阔台安安稳稳地当了9年的大汗，紧接着就因滥饮而暴死。窝阔台死后，由他的儿子贵由继位。贵由和窝阔台一样，都是嗜酒如命，在位2年后就暴毙。贵由的死开启了窝阔台家族皇子的窝里反。为了能够得到大权，他们相互厮杀，兄弟残杀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个家族迅速衰败。这也给了托雷家族重夺汗位的机会。他们凭借着术赤家族的支持，成功夺回了本该属于他们家族的汗位。托雷的儿子蒙哥继承了王位，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窝阔台、察合台家族极为不满托雷家族，双方开始了明争暗斗，甚至开始公开厮杀。原本是一体的蒙古帝国也开始分裂。而后蒙哥在远征南宋的过程中被大宋的投石车砸死。蒙哥死后呢，早就不满的窝阔台、察合台家族立即支持留在大漠的阿里不哥继位，连术赤家族出于现实也不反对。反观手握大权的忽必烈，他的支持者却只有序列兀。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忽必烈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拿起手中的武器和阿里不哥开始大战。在经过5年漫长的斗争以后，忽必烈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将阿里不哥毒死。阿里不哥被杀后，4大汗国中的窝阔台、察合台、金帐汗国都指责忽必烈是篡位，并以此为理由脱离了帝国的控制，甚至还出兵攻打忽必烈。只有伊尔汗国序列兀支持忽必烈，还从中东前线调转主力试图支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蒙古西征的部队只有区1万多人，并在巴勒斯坦被占有数量优势的埃及穆留克骑兵军团击溃，并没有进入非洲。不过忽必烈依旧稳坐汗位，并且消灭南宋，完成了大一统。作为消灭南宋的蒙古皇帝，忽必烈却在功成名就的时候突然暴死了。这背后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事实上，这也不算是稀奇事，因为很多蒙古皇帝都是这样的。元朝的蒙古皇帝身上的大多都有3个问题，分别是贪食、好酒、好色。当然，自古以来大多数皇帝都是好色的，只是相比一般的皇帝蒙古皇帝的好色程度似乎更夸张一些。就拿建立大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来说吧，光史书记录在册的妻子就40多人，他们分为不同的民族，而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没有记录在册的，也有相关历史资料记载。他的女人有400-500之多，当然这在蒙古也算不上是什么稀奇事儿，因为很多首领的女人都非常多，多到他们自己都记不住。据说曾经有个大汗在盛大的节日里举办了招待各个部落领袖的酒宴，酒宴结束散场以后呢，他看到大帐外有个女人经过，对方长得十分好看，举手投足间也尽显优雅。大汗不禁被这个女人给吸引住了，于是便偷偷地问身边的管家，那是哪个领袖的妻子？没想到管家却表示，那不正是大汗自己的妻子吗？由此可见，这位大汗的女人之多，多到连自己的妻子都记不住。而且在一些民间流传的版本中，就连成吉思汗的死也是和女人有关系的。相传已经60多岁的成吉思汗看中了西夏的一位公主，于是便强迫西夏将公主嫁给他。
无奈之下，西夏只好将公主送了过去。可是公主却心有不甘，于是在两人成亲的当晚，用利器或者暗藏的毒物暗算了成吉思汗。因此在两人成亲后没几天，成吉思汗就死了。成吉思汗死后呢，蒙古大军便对西夏进行了屠杀，党项人几乎被杀绝。而在此之前，西夏和蒙古之间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冲突。相比金国和南宋对蒙古的抵抗，西夏人的抵抗其实并不算激烈，甚至还长期的帮助蒙古攻打金国。所以如果成吉思汗真的是因为病死或者坠马而死，和西夏没有半点关系的话，那么蒙古帝国为什么要对西夏展开屠杀，甚至到了进行种族灭绝的地步？就算蒙古再怎么疯狂，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由此可见，民间流传的成吉思汗被西夏公主暗算而死是有很大可能的。好色是皇帝的普遍现象，贪食和好酒却是蒙古皇帝独有的特点。蒙古皇帝有多好酒呢？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至少有2/3的蒙古皇帝是死于毫无节制的滥饮所引起的急性酒精中毒之类的各种疾病。蒙古人之所以会好酒，与他们所生长的地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各种资源并不发达的古代，游牧民族所处的地域大都寒苦，在苦寒之地，酒就是最好的解愁之物。历史上呢，因为酒而死去的名人也不在少数，就比如当年的匈人大帝阿提拉，就有版本说他的死亡是因为过量饮酒所导致的血管破裂而死。而在忽必烈之前的窝阔台同他儿子贵由，这两人的暴死都和滥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史料记载，窝阔台在成为大汗以后，几乎每天都会进行豪饮，他日日饮酒，不醉不休。大臣耶律楚材见多次劝谏无用，甚至还拿着铁酒槽向窝阔台表示铁因为受到酒的侵蚀，所以会有裂口。人的五脏远远不如铁，天天喝酒又怎么会有不被损伤的道理呢？但是窝阔台把这些当作耳旁风，依旧是我行我素的天天豪饮，没过几年便因为中风而死。不过忽必烈的死亡主要不是因为嗜酒，而是贪食。由于长期的放牧和作战，蒙古成年男性的食量往往很大，一次性能吃很多东西，而且肉多是半生半熟的。在明代就曾有汉人记载过游牧民族的饮食，发现他们的饮食毫无规律可言，他们可以2-3天不吃饭，只靠喝马奶充饥，也可以一顿就吃2-3天的分量。而忽必烈作为大汗，能够享受到的食物自然也是比普通人要多的。据悉他不仅嗜酒成性，而且还非常能吃。虽然在早年间他征战四方，但是到后来他便开始久居深宫。从公元1276年开始，他就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骑马作战，而是一直在宫中隐居，一直到公元1294年去世。在这8-9年中呢，他几乎不做任何运动，而且每顿都是大吃大喝。元代的资料记载了忽必烈一餐的食谱，其中必须要有的食物有煮羊肉和烤全羊等高热量食物。除此以外呢，还有鸡蛋、藏红花瓣生菜、马奶酒等。且除了固定的食物以外，每餐还会提供一些具有新花样的菜色。据说忽必烈到了晚年时候，他的体重已经有200多斤了，普通的马匹根本无法承受他的重量。而忽必烈其实并不高，可想他当时的肥胖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必然是会出现很多并发症，所以才导致他最终的暴死。